嗨，大家好，我是 ET Ellen 田，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非科班考音乐系的心路历程。大家可以看到我主修萨克斯风真的非常的酷，一起来看看我的心路历程吧。影片开始之前，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我去年在毕业音乐会开场前的影片。这条路走了多久，还有多久才会到达？真正开始接触音乐，其实是在我国中的时候。就像影片说的，从我13岁进入国中的第一天，我就跟我爸妈吵着说：“妈，我要进管乐团。”那时候超想学长笛，于是老师就带我去那个各乐器的部门给老师看嘴型。因为长笛人太多，我剩下的选项是法国号、长号跟萨克斯风。老师问说：“那这3个你要哪一个？”心里想我哪个都不要，我只要长笛。我说我不知道，然后老师就说：“啊，女生那学萨克斯风好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选萨克斯风当我主修的原因，就是这么的特别，就是一个缘分。谢谢那位老师，成就了现在的我。毕竟管乐团是蛮多学生的，那分部课的时候，老师也没有办法把每个人的嘴型调到很完美、很完整，毕竟不是1对1的课。所以我在国中的时候，基本上状况就是吹得出音，然后会按全部的按键，就这样子。节奏什么的更不用说，音色超难听。大家一定会想说，高中之后比较进步，对不对？并没有，因为我高中读的是戏剧班。我从国中开始就很喜欢在日常生活中演戏啊，跟亲朋好友闹一下，他们都觉得我小小所以我整个高中3年，我非常享受在每一次的戏剧课。此外，我参加了管乐社，那是我一段非常好的回忆。在管乐社里学的东西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古典，就是一些比较主流的曲目，比较没有那么多需要炫技的地方。基本上高中管乐社我没有学到太多的古典的萨克斯风。至于详细的内容，我会放在另外一支影片给大家看。现在要直接跳到考大学这个阶段啊，超恐怖的！我现在想起来都还是会怕，因为基本上考大学，视唱、乐理、听写、主修、钢琴都要考，要准备这5个考试。我到高3那年的11月才决定，我不考戏剧系了，我要考音乐系。超疯狂的，考试是在里面的，我记得2月或3月啊，这真的是我无法想象，我在那很密集的几个月里面要吹一首普罗旺斯萨克斯风的古典曲目，非常的困难，是6/8拍，我连4/4拍都搞不好，我还来吹6/8拍。那时候真的是硬背拍子，我到现在谱都还在，密密麻麻的写了一堆，那些节奏是用记的，用背的，根本不会。想当然，我在那一年的学测没有考上，功课太差了，然后视唱、乐理、听写也很糟糕。我这边还有那时候去上补习班的模拟考成绩，我直接跟大家讲一下总分数好了。视唱56分，满分应该是100啦。听写8分，乐理36分，萨克斯风主修83.75，居然蛮高的耶。钢琴71.5。那就是有一些评审的禁言，我有吓到，我的那个听写考了8分，厉害哦！我国中数学考13分，期末考，就知道我的状况到底有多惨了，对不对？我找到我那时候听写的考卷了，8分。连上面的电灯都被我的分数给吓到我考8分怎么了吗？8分也是有分数比0分好吧，对不对？我都这样安慰自己。没关系，学测没考上，还有一个机会嘛，就是8月的指考。但我因为一个非常荒谬的原因，没有办法分发。我有去考，但是没有办法分发。至于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去看我的影片才会知道到底有多夸张。我这个脑袋真的是太糟糕了。所以在那一年，我跟我爸有了一点点争执，我就跟我爸说。其实自己心里很受伤，我就说
我不要考了，我也不要上学了，我就直接出社会工作好了，反正我功课真的也很烂，我就这样子就好。我爸就很生气说，不行，一定至少要有个大学毕业。我就去报考了德林科大，那时候上了应用英文系，读不喜欢的科系真的很痛苦，所以那时候我瞒着我爸偷偷准备重考音乐系这件事。那一年真的很累，因为我英文也不好，大家都知道。白天上英文课，下午回家就是练乐器，去上钢琴课跟去上萨克斯风课，同时还要再去补我的视唱乐理进弦。也就是说，我白天要上学校的正规课，下午回家就开始准备重考的东西。我现在想起来，真的觉得我那时候很勇敢，非常棒。还好我那时候有这样子做，才能够有现在的我。那时候的萨克斯风老师住在平镇，我就是坐着那种真的是类似童年那种大巴士，坐到他们家附近有一站，然后再走，要过一个崩坎，然后走大概15分钟才到老师家。上完都好累好累，一样再回家。钢琴课也是，老师家在新店，很远，真的很远。回家之后又要继续练乐器，还要再准备学校的英文考试。所以我很感谢那时候我有一些很好的同学，都会帮忙我一些笔记啊，不会的都会教我。真的很谢谢每一个曾经帮助过我的同学们。那一段回忆真的是很恐怖。还有一件事我想要讲，我那时候在学校的礼堂有一台很破的钢琴，没有灯光，然后在那个布幕后面都是蚊子。我真的是利用大学午休的时间，拿着那个钢琴谱去那边放着，弹着那个非常走音的琴键，就为了下午要去找老师上课，利用一些时间赶快练习。这是我准备的过程。我真的觉得非科班的人很辛苦，尤其像我这么不聪明。我只能说我真的非常的幸运。隔年我终于考上真理大学的应用音乐系，那时候是只考上的。我还记得那一天公布成绩的时候，我人在古关，跟我父母一起出游，记忆深刻。我在古关的农会前面，在车上就是查成绩这样子，不太敢看，连看鬼片都没有这么害怕哦。一看到的时候，我就赶快冲下车跟我爸讲说：“爸，我要休学了。”我爸就。是安怎？大家好，是安怎？然后他是态度超差的哦，他就说，因为我考上音乐系了，我要去读音乐系，我就把那个给他看，然后他就很开心，我们全家人都很开心。你以为这是 happy ending 吗？不是，苦日子正要来。那时候一进去，哇，音阶开始练，音阶超难的，对我来讲，手指头的灵活度。跟你要记哪些音要升，哪些要降，然后又到降 A 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哪，我在哪？我是谁？基本上就是真的很糟糕，所以从底子一直打上来。所以我还蛮庆幸，我那时候在真理的老师有帮我把底子慢慢的建立起来，非常谢谢老师。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有一个恶魔告诉我：嘿，既然你考上了私立的音乐系，要不要试一下国立的？不然学得很贵耶，这里的一学期可以领国立的2年。我就开始想，我大概只想了1天，我就决定我要考，我就开始上网查说哪一些学校明年的转学考有几个名额，有没有萨克斯风。我很老实的跟我自己当时的主修老师讲这件事，他也非常 nice 的跟我讲说 ，OK， 我知道你的状况了，那刚好台中教育大学有开这个缺，那边的老师也非常的好，你看要不要试着去考一下？于是乎，我又开始了考试的人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弄得那么坎坷，但一切都值得，造就了现在的我。再次的，我非常幸运的又考上了国立台中教育大学，非常的开心，也觉得自己的努力是终于值得了。进入台中的那一年，我是大2进去的，也就是我只在台中读了3年的书，读了3年，让我感觉像30年啊！你一开始要去适应环境，不同的同学、不同的老师、不同的学校，整个风格很不同。之后我可能会再开一集跟大家分享国立跟私立音乐系我读起来的差别。好，我原本以为我人生的最高学历就到大学就停止了，因为功课不好，我还是求生活。能够读到大学，我真的已经很感谢了。又有一个小恶魔出现在我的心中，就是我去年大4那一年的寒假。那时候我要准备我5月的毕业音乐会考试，但同时又有一个恶魔出来跟我讲说：“嘿，
大学就够了吗？你再听听看吗？你不想去美国看看吗？你不是一直很想去美国吗？你不试试看吗？就是这样子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打转。开学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想要考硕士啊，你可不可以？讲得超心虚的。老师就说，哦，那你想要考哪一些啊？就跟我大概聊了一下，你去那边可以不用写论文啊，跟台湾的很不一样哦。就这样子很仓促的、莫名其妙的，我决定要考美国的硕士音乐系。那大家一定知道，美国教学的体系跟要准备的东西跟台湾其实是非常不同的。那也是我非常焦躁的一个时期。2月开学决定要考美国，但是要先把5月的第一届音乐会给 pass 掉，所以从5月到12月只有12、11、19、18、7个月的准备时间，还要准备英文啊！那段时期真的是准备所有音乐系里面最恐怖的时候，但谢谢我挺过来了，我现在才能够读美国的音乐系。那一定会，大家会好奇说，怎么准备音乐系啊？需要准备什么英文考试？我遇到很多瓶颈，大家一定会想说，准备留学考试这件事情，需不需要找代办？以我个人的经验跟状况来讲，我是需要找代办的。所以下礼拜呢，我特别邀请到我的代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那时候准备考试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困难，以及他如何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有任何对于美国留学的问题，不只是音乐系哦，都可以在留言处写下来，我会请他一一帮大家解答。我自己很期待看到他，因为他不只是我的代办，更是我人生中的导师之一。这么重要的存在，就知道这位代办真的是非常好，他帮助我非常多。一起期待下礼拜的影片吧。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欢迎按赞订阅我的频道。下礼拜见，拜拜。请你出去哦。请他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请大家一起嘎嘎。太累了。